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好，我们说中美竞争，不管是在科技，还有呢在经济，这个完全就是在经济这个竞争当中的重中之重啊。那中共中央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啊，就看到了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他阐述了15规划。有4个重点，包括了第一，就是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要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打造这个开放高地。第二个就是推动贸易发展，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而且要加大力度扩大进口。第三是拓展双向投资空间，那要擦亮投资中国的品牌。第4个呢，就是又要重视中国经济，也要重视中国人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这个白话文呢，就是货出得去，钱进得来。但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大环境，就是美中的贸易战啊，看起来还没有进到一个休止的状态下，这样的目标要怎么落实呢？吴宇老师，我想大陆方面会认为说，现在是面临到100年未有的重大变局嘛，几个地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地缘政治让全球的这样一个原来一个稳定的体系，产生了很多局部的冲突的可能。那第二个，全球原来一个很好的供应链的完整体系的全球化，现在被地缘政治跟一个供应链的保护主义全然的所谓打破了。对，那第3个，当然川普上台之后，整个引发的国际政经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嘛。那大陆要因应来讲的话，以经济增长无非是3头马车嘛。那第1头马车当然是出口。如果从出口来看的话，很多人或许会感到意外。其实今年1月到9月份，中国大陆的出口其实并没有因为美国对等关税这个部分而产生出口减缓，它反而今年1月到9月份出口还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将近7.1%。那第2个，中国大陆去年的外贸盈余，就是贸易顺差，大概首度超过1兆美金嘛。可是你看，今年1月到9月，它已经高达了将近8751亿美金了。那换言之，今年很有可能大概会超过什么？一定会超过1兆的。所以从出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美国的出口或许是减少，但其他地方的出口正在强化当中。所以如何确保出口，这个仍然还是它的重中之重。是。那第2个部分当然就是投资嘛。那投资，你看大陆方面除了政府部门投资，像雅鲁藏布这样的工程之外，最关键的是要鼓励民营企业愿不愿意投资，敢不敢投资嘛？所以说，今年5月20号，大陆公布第1步的民营企业法嘛。那民营企业为什么重要？因为第1个，民营企业占所有中国企业创新超过70%。那换言之一句话，美中要科技战，大陆想要突围，只能靠民企，不可能靠国企嘛？这怎么可能嘛？对。所以因此，那第2个，民营企业占什么？占所谓的城镇就业人口超过80%嘛。你要解决就业的问题，一定要靠民企嘛。所以投资的部分，除了政府部门投资之外，最重要的民企这些，特别是高科技这个部分，能不能自主创新，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第3个当然就是消费嘛。那消费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潜力最大，但是有时候难度也相对比较高。为什么？我就用2个数字来做个比较。中国居民的平均的储蓄率，跟美国居民的平均储蓄率大概是多10倍。就中国来讲的话，平均储蓄将近40%，美国大概只有4%。华人都很喜欢储蓄的。对。第2个很重要的，那 GDP 的居民的消费的 GDP 占比，美国的居民消费占 GDP 占比高达将近快要70%，68.8%。中国大陆大概40%都不到。所以美国为什么贸易赤字？就讲直接的一句话，就是好吃懒做，就是怎么进口多出口少嘛。所以，但是你要让民众广大的储蓄率以及民众的消费力要提升，你就要让他有信心嘛。所以我们认为说，其实未来他要做几个，除了所谓的持续稳出口、分散市场之外，他一定要强调科技上的自主创新，才能够突破相互的卡脖子。更重要的，在有关于投资跟消费问题上，一定要能够提升得上来，才能够确保它的经济增长不坠嘛。对，所以从企业面，从这个民间消费的信心层面哈，我们进一步要来问2位。另外，老师哈，就是因为刚刚特别提到的是说，在民间的部分是以民企作为这个打头阵的民间参与，然后呢，
国家给力啊，但是在民间的消费啊，因为《纽约时报》他们就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啊，他们用他们的报道说呢，这个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面临几个问题，像是呢青年失业问题，还有社会福利的体系趋向薄弱，再加上这个是全球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口的结构哈，老年化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四中学会虽然没有强调这个中国人人是要发大财的，因为刚刚讲说货出得去就是要出口啊，钱进得来。但是呢，人要如何发大财呢？那重申目标就是呢，在2035年要让人均 GDP 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啊，这个金额大概是在2.5万到3万美元之间。好，说到了，当这个民间消费是来自于对整体经济环境的信心啊，社会必须要刺激这样的买气，但是动起来的关键会是什么呢？大使？我想现在这一次15.5啊，它是一个承上启后，承什么上呢？承14.5，那么启后是16.5啊，那16.5是2030到2035啊，2035就是达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承上启后阶段。在这个部分，我认为他强调了最重要的几点就是要补短板，科技尤其在科技方面这一些还被人家卡住脖子的地方都要致力的所谓的要抓创新，要怎么要研究，这些部分。所以还是科技兴国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在过去在14.5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严重，可是到15.5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发展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尤其西方国家预期，尤其美国就出手压制，尤其是在科技各方面压制，所以这个方面很强调这种科技创新，对，自主的能力。另外一个强调新质生产力，因为中国大陆也已经很体会到了，就是说过去完全用这个劳力密集的这种优势来抢占国际市场来做成这个主要出口项目，这一个阶段它迟早要过去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从事，我们台湾用一句话就是高附加价值产业，也就是说这一些产业投资跟它的报酬率是相对提高的，也就是说这个生产力要提高，生产力提高，那就是说做比较中高阶的产品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产品，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了。那第三个还是强调制造业，那可是呢，他这边很强调一个就是市场机制跟政府的这个有能这两个中间要做一个怎么讲，要做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不会放任市场完全怎么样自主的发展。然后呢，政府不做一个做一个裁判者，或者是一个控制市场机制发展，免得流向于什么呢？免得流向于你的社会资源财富过度集中。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新出来的问题，这次也特别提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内卷问题。对，就是说这个彼此产业，中国的同行业产业彼此之间内卷的太厉害，内耗太凶。那反而削弱了在海外的竞争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15.5它基本上是针对当前的情况做了非常明确，而且非常看起来对症下药的一些目标的设定，未来5年就往这走。那接下来就变成就是说，接下来的16.5的话，那就是要冲到要收官之年就2035年了，那就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纽约时报》把这个2035年这个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准定了25000到35000美元之中，他们算一算，这样算的话 ，GDP 是美国的多少？已经超过美国。看看中国，想想美国，不，已经超过美国非常多了。对。那事实上，你要到了25000到3万，台湾现在差不多也3万左右那事实上，社会上就是已经相当进步的这个情况了。是，而且这个总额算起来乘以这个14亿人的话，那你看 GDP 总额然后超越美国了。所以这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蛮务实的，也就是说也没有忘记这个国家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必须要照顾到所有的人，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要必须照顾所有人，而不是资本主义。你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
美国是路有冻死骨啊，然后这个出门酒又臭。你看他满街那个 homeless，然后丧尸，很多大城市都这个问题。是，你看川普怎么解决？川普是用警察把他们赶走，有说分一碗饭吃给他们，没有。川普现在对于美国的所有的市容的不满，他都会用军队把这些人赶走，赶到哪里不知道。对，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现在看到美国这个川普的做法似乎也在做一些调整啊，就是他也发现说，原来资本主义也不是全面的这么的好啊，所以他就特别刚刚讲说，市场的部分的话，大陆方面可能是不去干预，但是呢也不会去放任。但是民间的消费信心啊，因为还是回归到说这个消费信心要如何来提振，怎么样让民间的储蓄率的这个部分，因为真的很高，但是怎么样让这些钱能够进到市场，这个是迫切的关键。我想，其实大陆长久以来对于所谓扩大消费，它有更重要的战略叫做扩大内需，因为中国大陆在建构所谓的内经济循环里头。这个大架构还是内需，而消费是其中的一块。当然，消费当中会刺激很多的这个部分动能，所以呢，所谓这个消费的心态、消费的实质中间要有消费的信心。好，过去为什么能消费？因为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大家都有房子嘛，然后都投资，都觉得房地产看涨，股票在上涨，所以大家觉得未来会很有钱，所以大家狂消费。所以现在很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已经，特别是在这次15计划当中去掉房地产了，去掉这些非实体经济作为过去仰赖的重心。好，你没有房地产，让人们觉得自己有钱，未来房地产上涨，你怎么刺激消费？所以现在难就难在，就是现在既然就是以科技创新作为核心，你要把原来的房地产这个心脏换掉。换成科技创新，那你怎么做？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中国大陆已经在做，在这下半年2024已经在实行，就是如何把科技创新的应用场景能够体现在不只是制造业有机器手背，你甚至更渗到人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在刷短视频经常会看到，觉得哎呦，怎么那些机器人都到处在跳舞，到处在一些表演？你们觉得说很荒诞？没有，其实他们就试着要把这些 AI 科技机器人慢慢的降落，渗透到包括娱乐文化的场景。我最近看到机器人已经在一起表演京剧了耶。是真实的哦，在实验，可是他做5声在翻滚，所以这里头你可以看到各种的实验开放的融合，就是要把科技融化进入到一直下降到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的水平。对，更不要说科技当中去改善医疗，科技去改善周边的，让大家少花钱。比如说高龄社会里头，医疗做得更好了，你少省一点钱，少花在医疗，那你就有更多钱可以消费。所以这种全套性的部分，就是如何换科技创新作为新的消费动力的核心。还有最后一点，我这次在15看到当中叫做流动，因为跨产业当中所谓消费刺激就是流动。这里头我们不要讲说科技啊什么投资，我讲一个部分，就包括现在知道青年失业都在外面创衰，所以这次隐约看到这个流动，比如说让青年下乡。比如说像新疆那么好发展，西藏、雅鲁藏布江、西藏最近都是香饽饽，这可以使得很多原来在城市当中的青年不只是回家返乡做，所以他就可以到更多的地方，科技创新的边陲地带一起流动，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所以这里头也会造就了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头，最后在新疆里头还是在淘宝消费。对，所以电商的各方面原有的强度刺激消费东西一定会加码，难怪马云回来了。对，所以这种方方面面的已经看得到，这不只是一个规划。2024年已经看到很多实验，2025年会进一步的落地，刺激消费，刺激内需。所以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哈，美国也是如此啊。要怎么样能够赶快来提振经济啊？这就要跟我们等一下要来聊的，就是马上要登场的 APEC 2位老大的会面，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